巴拿马那时候想得很天真了，他认为说我跟你中国隔那么远，几千公里远，你又能奈何得了我什么？但是没想到中国现在真的是有办法奈何他，所以中国第一招就是你只要进入我中国港口停运的船只，我就好好给你做安全的检查。这些轮船公司传统来讲的话，他就不敢挂巴拿马的国旗，改挂别的国家的国旗。那对巴拿马政府来讲，他立刻财政就少收了20%。有关于巴拿马的议题，今天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好，来看到第一个，中国大陆对巴拿马是连砍，刚刚我们说的嘛，这一次反制动作一共是有3刀，哪3刀呢？等一下会来看细节，包括了在船旗的这个制衡，还有在港口跟农产品的出口，可以说是刀刀见血。现在是打巴拿马的经济打到要害了吗？巴拿马是不是已经开始撑不下去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现在有超过230艘的船，其他国籍的船，他们逃离了，不拿了巴拿马的船籍，改拿其他国家的船籍。那么现在也因此，在巴拿马的部分，港口的吞吐量暴跌了60%，农产品的出口也受到阻碍。短短几个月就让巴拿马的经济剧烈损失惨重。大陆已经掌握了全球航运供应链的生杀大权了吗？第3件事情也会来关心。现在巴拿马呢说呢，原本是紧跟美国的，但是现在却突然间跟中国大陆好上了，是因为经济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吗？突然间他表态了，重申一中的政策，也表示会愿意顶住美国的压力。跟大陆继续来签署这一些相关的海运协议，巴拿马开始向现实低头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这一场在巴拿马运河的中美之间的争夺战，出现了逆天的大逆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大陆对巴拿马出重手。刚刚讲的3刀，我们先来看到第1刀是有关于船旗的第1刀。今年4月跟5月有超过230艘的船，他们放弃了巴拿马籍的船旗，转用其他国了。那么来自于这个协会特别做了一个报道，这一些船旗转向了哪一些国家？包括马绍尔群岛、还有赖比瑞亚以及巴哈马。其中有至少54艘船，他们直接转移到了马歇尔群岛，目前是受益最大的。来看到的是船籍，为什么这些船要转他们的船籍呢？主要原因其实就是怕了中国大陆，因为呢，大陆的已经开始增强他们在港口对巴拿马籍船舶的集中检查。那么一旦被检查的话，整条的商业链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包括了说他们停泊在这边的话，保险费会上调，营运日期还会延误，船的租约啊都得重新谈判，那么它的信任度也会下降，船东的信用也会因此受损。我们也来实际看到这个数字哦，光是一天一个万级的货轮停在港口停1天的话，损失往往就是达到了数万甚至是数十万美元。那么其实呢，船籍对于巴拿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占他们的财政收入大约20%，但是现在光是业务量就暴跌了80%，可以想见，对于巴拿马来说，这个压力是相当大的。中国的第1招是船旗，中国大陆的第2招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港口了。在港口的部分，我们赶快来看到是中原海运最新宣布无限期停止挂巴拿马的。停靠巴拿马的这个港口，这个是巴尔博亚港，造成当地的吞吐量是暴跌了超过60%，当然会影响到周边的相关的贸易、加工、物流等等。现在企业订单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最后一招则是农业的部分。中国大陆一直都是巴拿马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双边的贸易额出口达到了128亿美元，而巴拿马对中国出口它的农产品有相当比例哦，也因此被退回或是因此受阻。当中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巴拿马有70%的出口是卖香蕉给大陆，也因此受到阻碍。现在全部可以说香蕉都烂掉了，完全卖不出去。可以说中国大陆这一波反制已经精准的掐住了巴拿马的经济要害吗？厉将军怎么看？我们先讲巴拿马这条运河，其实对美国川普来讲，他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川普自从当上总统以后，他对于这个南美洲，不只是南美洲了，包括我们都知道，他对北美洲的加拿大说是第51州，甚至想要夺取格陵兰岛。那对巴拿马运河当然是不可能放过去的，因为你要知道，巴拿马运河关系到美国这个太平洋跟大西洋两岸的航运，包括到这个轮船的货运以及军舰的都要经过巴拿马运河，
所以他必须要牢牢掌控到巴拿马运河。所以之前他就传出，他要叫这个香港长和集团将这个营运权卖出来哈。但是没想到，在今年1月的时候，这个巴拿马政府在美国川普的威胁之下，直接他们的法院就裁定中国在这个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是违宪的，就直接没收了，你知道？那这个当然对中国来讲当然不可以接受。那巴拿马政府现在将这2个港口分别是交给马士基还有这个地中海营运公司来营运。但是巴拿马那时候想得很天真了，他认为说我跟你中国隔那么远，对不对？这个几千公里远，这个你又能奈何得了我什么？但是没想到中国现在真的是有办法奈何他。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知道巴拿马很多这个货轮来讲都挂巴拿马的这种国旗哈，因为巴拿马来讲它的注册比较简单，它登记也比较简单，然后它收费也比较少，所以很多国家都挂巴拿马运河的这种旗帜这个来营运。那巴拿马也借此能够每年获得它收入要到20%那么多哦，光靠这些挂旗子它就可以收到占它国库收入的20%，对它来讲是很大一笔收入的。但是没想到中国第一招就是你所有挂巴拿马运河的这个旗子，只要到我中国港口来，我都好好给你查水表这个我这边。但是你要知道，中国是营运的大港，这个海上的运输港口绝对不是说是 A 地到 B 点这么简单而已，而是它必须 A 到 B，B 再到 C，C 再到 D 然后甚至于货物在这边要吞要吐这个集中以后再分散。所以现在中国变成世界航运很重要，所以很多的货轮都必须要到中国的港口来重新改装货运，包括我们熟知的从广州港到上海港上次这个郑丽文到上海特别去参观那个洋山港，就是这个道理。那这些全世界的船都要到中国港口来做吞吐，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这些船在这边被 delay 个1天2天被详细的严查，我这边要特别强调现在虽然开玩笑讲说是查水表，但是按照这个船舶规定来讲的话，这个港口确实是有这个权利到你船上来做各种的安全的检查，包括到消防安全我都要检查。那如果说是大家排这个码头进出的话，我时间给你 delay 一下，我跟你讲，那你这个轮船公司船东就受不了，因为我跑到这个港口，我可能下一趟要跑下一个港口，如果这边 delay 个2天，我就会 delay 了2天这个跑下一个港口就会 delay 2天，那整个一连串下来产生这个蝴蝶效应的话，那损失是非常惨重的。所以中国第一招就是你只要进入我中国港口停运的船只，我就好好给你做安全的检查造成你港口的这个船只来讲没办法这个正常的跑下一个港口来做营运。那当然这些轮船公司船东来讲的话，他就不敢挂巴拿马的国旗，改挂别的国家的国旗。那对巴拿马政府来讲，他立刻财政就少收了20%。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中国自己本身的货运量是很大，所以中国中远的船只包括还有中汽的船只停靠这2个港口的这种轮船也很多。我只要停靠你港口，我就要付给你运费嘛。那现在中汽的船只不靠这2个港口，那你是不是港口营运的收入就会减少？这是第2招。第3招的话，你要知道这个巴拿马每年到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有到128亿。我们如果说以中国来讲，128亿是不多但是对巴拿马这个国家来讲的话，它等于是说，对它整个国库收入影响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如果中国在双边跟巴拿马双边贸易来讲，这方面受阻或退回的话，对巴拿马的财政损失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们再整理一下，其实中国大陆的这3刀直接就是冲击到的是巴拿马的经济状况。首先是这个传奇的收入占它的国库收入的20%，现在已经暴减了，达到80%。第二件事情，大陆查水表，这个1天船停在那边可能就会损失数万，甚至到数十万。最后是农业的出口，现在也受到严重的影响。同样的问题，聂老师又怎么看 ？OK， 同样的问题，我们这样讲一下。刚刚讲这3刀，第一个呢，传旗。那传旗代表什么？就是说你挂了这个传旗，表示这个船就是属于人那个国家国籍的巴拿马国籍。第二个。港口，你港口之前呢花了多少的工程这个费用，把它挖的水量这么深？可是呢，如果我们不去停靠你的就没有办法有收取到费用，你的这个可以赚取的钱你就没有办法赚取，所以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获利就会下降。第3个呢，当然你跟中国虽然没有那么大的贸易量，虽然只有100多亿，但重点是你
国体也不是很大，贸易量总量也不是很多。当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农产品还是要有一定的销路。当中国来限缩你农产品的时候，你就受伤了。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这种种呢，都使得巴拿马它的财政或者说它的这个金融状况一定会出问题哈。这跟钱有关嘛？我们大家都知道，当那个船呐、不管你是挂了国籍，尤其这个中间很重要，巴拿马国籍一靠了中国船以后，他就给你来一个叫集中检查。集中检查你知道吗？当你被这个，比如碰到一个警察把你调过去要检查的时候，你会紧张。这时候呢，我跟你讲哈，他要你怎么样，你就必须怎么样，所以你会怕。这时候集中检查，它一定会时间的单次，这个很重要。我就是说，钱你知道吗？当你在这个货运上，你有一些stock一些货物的时候，在我们财务学讲有3个 I， 哪3个 I？ 第一个，这些东西都是要保险的。insurance 币会增加。第二个，所有东西你只要时间一拖，就 interest 币就是利息也会增加。第三个 inventory 你就放在船上多放一天，不管这个船是不是能够其他去载运，它就是一个成本。3个 I 啊，成本这个或这个仓储成本，或者我们讲利息成本，或者保险成本都增加。我跟你讲，你无形中就很严重，然后你还会影响到你船期一被 stuck 住以后，你会整个效应产生你的所谓的商业链。这个船跟船有关的整个上下的商业一定会受到影响。我想这时候你这些国家挂，你还敢挂巴拿马籍的船吗？当然就换一个国籍就简单通关，有没有？你自己想，有时候人家说快速通关就这个道理啊，你不让它快速通关就是一个危机，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这也象征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我们讲说，我们讲实力比人强啊。当不管是人或一个国家国体，你只要有了筹码，有了实力，你提升了自己的价值，你什么都不怕。我觉得我们的中国大陆对岸哦，你现在对全世界所做的东西，他都不会怕哦。你自己想想看，这件事情巴拿马是谁出招的？川普上来就看准了巴拿马，他知道之前是香港的长江合记啊，好，大家知道李嘉诚他们的这个公司，而且他把这整个巴拿马的这个头哦，运河头、运河尾全部卡住。全部呢告诉你说你要让长江合记全部退场，结果呢甚至把它去卖给了怎么样？出售给谁？大家知道美国的巴莱德。你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去控制，可是中国说没有关系哈，我们会受伤没有关系哈。这就是我觉得他们出招的厉害的地方。第一，隐性神秘最可怕，我要做什么你可能不知道。第二个很重要啊，他当然就是浅浅的做，缓稳。他很稳，他稳稳的来，他就开始做所谓的智慧策略。这时候他们当然一定经过思考，丢出这3招，巴拿马不怕才怪。所以我觉得，当你实力强的时候，这个国家要对抗这个他自己的对手，当对手对我不利的时候，他一定会更惨。好，所以看到中国大陆这3招哦，从经贸上来出招，3招可以说对于巴拿马来说刀刀见血哦。那么所以呢，当然了，巴拿马现在看在眼里，要想办法来去缓解目前的状况了，在政治上面，在外交上面正式的来做出表态。最新消息来看到的是，上个月底，巴拿马的外长亲赴纽约了。这一次赶快去会见中国外长王毅哦。没过几天，巴拿马的总统就公开表示了说，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我们可以顶住来自于美国的压力，跟你中国大陆续签即将到期的海运协定。巴拿马也说，接下来会来维护中国大陆的这个权益哦，重申一个中国政策，立场不变。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要看美国的态度。因为巴拿马跟中国大陆经济关系非常的密切。巴拿马这个它的国民总生产呢，全部巴拿马人口430万，但是全民总生产950亿，你看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就到达128亿美元，比重非常的高。所以中国大陆在巴拿马对巴拿马来说是有这个商业利益、贸易利益。因为巴拿马最重要的，大家为什么都会记得巴拿马？巴拿马没有什么特别啊，但是就是因为它有战略咽喉巴拿马运河，这个就重要了。横跨2洋、大西洋跟太平洋，通通要经过这个，你会跑到这个南美洲阿根廷的麦哲伦海峡，绕了大半圈，绕一圈吗？时间成本、油料成本、运输成本都很高那走巴拿马运河，也只有运河。尼加拉瓜运河为什么没办法开？那拉一拉之后算起来不敷成本，因为你开过去尼加拉瓜湖，然后再通过要连接2洋，这工程非常浩大而且想要取代巴拿马运河还没那么简单，没那么单纯呢，还包括生态这一方面。所以今天巴拿马跟中国大陆是经济关系非常的密切。巴拿马卖给中国大陆卖农产品、卖烟草、卖牛肉过去，但是大部分的都是中国大陆粗糙顺差卖给巴拿马。为中国大陆这些家电，我们的轻工艺的产品非常便宜，它为什么向美国买都贵？向中国大陆买便宜，
那都跟中国的，所以才128亿美元呢，都是中国大陆贸易顺差，赚巴拿马的钱。那现在中国大陆在巴拿马又有这些我们讲到的巴拿马运河的投资跟营运，那就要看美国。中国大陆跟美国两个关系好的话，巴拿马 OK 没问题。当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不好的时候，美国会下巴拿马对巴拿马下手。我们知道那个在1989年，巴拿马总统诺瑞嘎被罢黜，所以美国有软的一手，有硬的一手。硬的时候他出军事，巴拿马是没有军队的国家，他就3万个警察是准军队，没有军队，美国就跟你来硬的，你怎么办？要么真的没办法，他比那个委内瑞拉、比古巴弱多了，没有军队的国家，所以美国来硬的就麻烦了。那美国用软的，很简单，那就跟中国大陆。我认为只要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好，巴拿马就 OK。美国如果要出手软硬的话，因为这是美国的后院，中国大陆是鞭长莫及，只能做商业上跟美国在那边做周旋。但是如果美国是派硬的过去，巴拿马还真的招架不住。所以美国的态度是巴拿马营运权的，就长江合计啊，这个关键是操纵在中美关系的这种和睦度。那目前来看，因为习近平跟这个川普去访问，9月20号要过去相互的访问，关系还算不错，所以巴拿马在今年2026年过关没有问题。好，包括今天要来特别还要关心到，就是争议长达1年的长江合计实业，我们上次讨论了非常多，现在确定了出售的巴拿马运河案出现了重大的新进展。赶快来看到这个进展呢，是来自于这个巴拿马最高法院在1月29号正式的判下了这个判决哦。他说，香港长江合计实业旗下的巴拿马运河公司呢，持有的运河两端的港口合约是违宪的，而且契约是被判无效的。赶快来看到，这是来自于巴拿马的海事管理局正式的宣布。他说，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将接下来由这个丹麦的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来做接手。那针对于现在这个判决，我们来看到国务卿卢比欧怎么说？他说，美方现在对于巴拿马最高法院的这一项决议是感到非常的鼓舞的。所以节目一开始来特别请教马老师怎么看这一背后有没有可能有川普的在幕后操刀？是不是存在什么以台面下的一些大交易？好，这个川普在去年12月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其实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他的势力范围，他特别重视这个西半球，那主要就在拉丁美洲。那你也可以看到他对委内瑞拉的出手这些事情哦，还有包含对这个墨西哥的施压哦，还有包含对一些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相关作为，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历历在目。所以对于巴拿马来讲，因为川普上台以后曾经说，在1月的时候说要用武力的方式来夺回巴拿马运河。事实上，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从这个运河的开发到营运，有很长的时间，这个运河的确是在美国的手上的。那现在，因为美国的航运，它如果要到东亚，这是唯一大西洋跟太平洋连接最短的一条通道。那这条通道，美国自己的货轮大概40%都要通过这个地方。可是这个经营权却落在香港的公司手上。那过去其实美国对香港应该没有太大意见，因为港英时期之后，它其实1997年虽然是已经回归中国，但是在那个时候，它基本上香港还是大家愿意信赖的一个对象。但是现在掌握在香港手上，等于掌握在中国手上。那它的关键是，这所有的战略物资或军用的物资，或者是这个货轮里面载什么，其实这个管理者他会知道，所以这个资讯的控制上面，其实就造成美国很大的困扰。那后面有什么交易？就是首先就是美国不希望域外大国把手伸进他的势力范围内，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但除此之外，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他给了丹麦的马士奇公司。丹麦就是不久前这个格陵兰的这个行政管理权的拥有者所以我觉得川普的交易性格里面，我看得出来好像有一点蛛丝马迹，就是说，这个沿约这件事情违宪，什么时候不好去审理？偏偏在川普的任内，而且是在他宣布他非常在乎巴拿马之后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2件事情，美国在背后一定有施压。那第二件事情是，这个经营权给的国家跟对象是一个美国想要跟他谈判他领土土地的这个国家，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非常浓厚的交易的味道。
以至于我会相信这后面应该美国是有特别是川普有他一盘棋的这个盘算。好，是不是要交换的是格陵兰呢？好，我们持续的来看。那回顾一下这个 PPC， 也就是巴拿马港口公司，他们其实从1997年开始呢，就已经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那合约当时我们回顾一下这起事件，其实是在2021年延期25年的。那这一次判决就说了，延期25年是缺乏合法程序的，因此判他违宪。PPC 其实我们在去年已经讨论过了这个议题，他将他的港口业务出售给了包括了贝莱德跟地中海航运为首的财团，当时有估一下它的估值可以高达200亿美元，但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官方不希望港口经营权转交给美商，所以受到阻碍。那我们也来看到说，怎么样可以判他违宪？到底有没有这个法律上面的依据？这样对于李嘉诚这一位长江和记实业的创办人来说，到底是牺牲，还是有一种感觉它是一个解套？委员怎么看？当然是赔钱牺牲了。但是注意到长和实业就是 PPC 的母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的母公司。那长和实业是不是李嘉诚的？不是。长和实业李嘉诚只有3成股权，另外3成股权是中国大陆的资金，还有3成股权是香港本地的资金，欧美资金只有1成。长和实业是这样，所以这里面现在赔掉这一笔钱被没收了，它其实就是被没收，被没收了赔掉这一笔钱，少说有将近30亿1到50亿美金，也就是说赔掉的钱，李嘉诚只赔1/3，另外中国大陆赔1/3，香港本地赔1/3，欧美只赔1成。谈到这我就一肚气，一肚气啊！怎么说一肚气呢？今天被判违宪的理由是什么？有外国政府势力介入，这是违宪的理由。刚才为什么由这个丹麦马士基来经营呢？因为他不会受到丹麦政府的介入，他签了协议，就是说我不接受任何外国政府的介入，包括丹麦。这种任何一个国家把港口经营权让别人经营，其条件就是不希望外国政府介入，纯粹商业运作。我来解释给大家听不要把巴拿马运河跟巴拿马港口混在一起，这两码子事。你美国要说巴拿马运河跟巴拿马港口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巴拿马运河东西两端有很多港口，但比较重要的国际港口只有4个，东边2个，西边2个，结果这个李嘉诚的这个长和实业左右两边各一个，各经营一个，然后另外呢，在东边有一个是谁经营？台湾的长荣集团，在西边有一个是美国的 SSA Marine 公司在经营。换句话说，在这里面经营里面，为什么美国人不会去怀疑长荣公司有外国政府介入势力？因为他长荣公司做得很好，连蔡英文去巴拿马访问的时候，他的副总经理都不敢出来赔，就是这个道理。但今天这个李嘉诚想要把这个运河，包括其他40几个港口，跟运河毫无关系，那就是一个集装箱的转运港口而已，要把它打包裹，整个怎么样？整个要卖给贝莱德、跟地中海航运、跟新加坡海外投资公司。这个时候突然间来一个香港大公报，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媒，他说指控李嘉诚卖掉这个港口是民族罪人，是破坏“一带一路”，是怎么让中国的战略失误？红卫兵的帽子很会扣你就摆明了是什么？而且你是党媒的身份，你就给人家一个理由，你是外国政府企图干涉涉入，在很多大陆的一些网红不得不骂他们一顿，这是无知害国。你要知道这个港口本身如果你纯粹商业经营，他说因为我中国壮大了，因为我“一带一路”所以才拿得到，狗屁乱讲！为什么？因为他是1997年1月份签约的，跟你中国大陆什么关系中国大陆是1997年7月才接手香港跟你毫无关系，纯粹一个商业运作然后我当时把这个大公报臭骂一顿，有人说你是李嘉诚的什么谁，把包一包骂一顿，对，骂到了很多节目叫我评论，就不敢叫我讲这个事
所以你们这些无知的盲流啊，大陆你们这无知的小粉红啊，害死中国。现在啊，以后中国人要去接手任何港口，那第一个，你中国政府会不会介入？你不是找麻烦吗？你还搞什么一带一路啊？除非那个政府跟你关系很好，如果那个政府不靠你吃，不靠你喝，他随时来打你脸，没收就没收。人家已经投了50亿美金下去，上一个晚上没收。那你国家跟你讲说采取必要措施，不是我吐槽你，你最好什么措施都没有，你最好有。如果你连措施没有的话，你中国政府的威望在哪里？对，就整个被扫到颜面被扫到地上去了嘛。那为什么大公报会这么嚣张？是不是北京有人想要借这个机会修理李嘉诚？可是你修理到2件事，你这样无所谓，赔这点钱对他小事啊。中国大陆的资金都是散户，香港资金也是散户，欧美资金还是机构法人。然后更惨的在哪里？剩下的你还敢去管其他的交易吗？当时还拿出国家安全法令，还拿出了什么香港合并法？我一看你们根本在鬼扯。然后我痛批他，很多人讲你破防了，你拆破防。我说无知卖国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到了今天还有红卫兵，就是大公报。你北京如果不处理大公报，你无法跟天下交代。因为香港它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的宝啊，上海不可能，深圳不可能，北京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外汇管制嘛。所以香港可以有机会使中国变成金融强国。你们今天是自己拿刀子在砍自己。所以大公报非常可恶。好，那我们看到在大公报发了这个消息之后，中国大陆还有这一起案子的判决出来之后，中国大陆立刻也是做出了反制。那现在是2项的反制，到底有没有办法翻盘？等一下请小舰长来带我们看。第一个反制是说呢，长江和记实业起诉巴拿马政府申请国际仲裁跟赔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反制措施则是这个中原海运通知了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他们接下来会取消12艘的货轮到港计划，损失金额每日造成巴拿马大概是80万美元的通行费。舰长怎么看？我们来看到美军是怎么看这个巴拿马运河的。其实美军他要求他要能够掌握全世界第14个重要的孔道。那这14个重要孔道呢，其实在美洲就这个巴拿马运河。那这个巴拿马运河它的真正的效果是什么？也就是它在东部的这些军舰是不是能够适时的到达西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时间的话，如果从巴尔的摩出发，然后到达珍珠港的话，它其实需要22天。可是如果说它从圣地亚哥出发的话，只要6天就到达。所以这个如果说没有这个巴拿马运河，它要往南绕的话，那更可怕，这个时间更可怕。所以我们讲到说巴拿马运河这么样的重要，而且在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它特别提到了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那个建立或者是那个扩大通道，这里也就是巴拿马的重要性，它也提供在这里。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川普他的心中最重要的还是钱为什么？因为我们来看巴拿马运河其实是一个非常赚钱的港口。那而且呢，就是说大家要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或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其实都需要通过巴拿马运河，大家排队等那我们讲到说，2024年的话，运河的这个总利润近50亿美元，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至于说中国大陆有没有替代方案？其实早就出现替代方案了。第一个也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有关于前开港的部分。前开港其实它面对的，大家认为它面对的是美洲，不是，它面对的是亚洲。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它在10到12天之内，它可以到亚洲的任何一个港口。那这一个也就是它受到了其他的遏制，也就是说，如果巴西要将未来它的大豆的谷物送去，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必须要通过有关于南北铁路，然后再转运到东西铁路。可是现在这个红色的部分，也就是两洋的铁路，那能不能开成是一个问题。之前我们郑源老师已经说过了，这个
以地缘的战略来讲的话，完全没有这个机会，美国不会让你做成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慢慢的在这个拉丁美洲西岸的国家就会越来越重要。那至于为什么美国会这样大家这样下手嘞？其实我们来看“一带一路”的参与国啊，其实整个拉丁美洲除了少数国家，我们这边有看到编号的，通通都是。那通通都是，这个也就是我们刚刚在看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我固守西半球，而且他要让中国以及俄罗斯他的所有的基础建设通通赶出去，巴拿马就是个开始。巴拿马运河现在是全面的开战了，尤其今天要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大动作、反制动作是3连击哦。等一下我们会一一来看到一项一项的3连击，打爆了美国在这边的布局。另外，等一下会来特别看到是招商局在这个时候出重手，要重塑整个港口的版图能不能做到？等一下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全球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运输航线哦，包括了巴拿马运河，现在呢被推到中美对抗的最前线，直接要打的就是这一场经济战、航运战。港口战，我们现在来一一解读。最新动作是美国呢这一次出重手，联手了6国啊，突然间说要高调的力挺巴拿马，并且一起指控中国在这方面政治化海运，还有侵犯主权。美国找的6个国家，包括了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等等的国家一起对中国做出反制。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最新的回应，这是来自于发言人林健他说的：美方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并且长期霸占巴拿马运河，武装入侵。好，中国的3个反制动作，我们刚刚特别看到它的3连击有哪一些？我们来看到一些细节哦。首先，针对了港口的监督，现在做一个更全面的升级，也就是它做一个这个检查量暴增到262艘，滞留率也暴增，还有每日的滞留费当然也会跟着提升，费用大约多了5到10万美元，滞留时间拉长，影响的当然还会有运价跟保险费都会跟着一起上升。那长期下来，船东也会考虑是不是要做避险来转期呢？冲击巴拿马整体的结构。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大陆，它现在也决定它的航运的路线要全面的做调整，也就是中国航运改道已经不走巴拿马了，现在呢，中原海运立即停止在这边所有的港口的进出哦。那么严重的也会影响到巴拿马的农产品，像是他们的香蕉、凤梨等等非常热门的热带水果，70%以上的出口市场现在说遇到重挫。连带也影响到接下来本来有一个14亿美元在这边的新项目投资。最后，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在法律战上面也祭出反制，警告包括了马士基还有地中海航运退出巴拿马运河2侧港口的营运。那么长和呢，现在还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来提起了仲裁，而且说这边索赔金额最高达到了50亿美元。刚刚特别提到的招商局现在准备加入这场收购财团，联手中原海运，希望能够抢下40个港口的资产。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赖老师来看这一波美国为什么突然间要高调声援，是不是代表巴拿马运河他们自己撑不住，中国在这边不断的给的压力？那刚刚看到中国的连3招反制，赖老师又怎么看？不但是巴拿马撑不住，美国也撑不住啊！因为巴拿马现在痛苦万分。当初他这样做是因为美国要他这样做嘛，尤其是美国的卢比奥啊，直接就亲自介入了，也到巴拿马去访问，就是要巴拿马那么违法的啊去没收中国的资产。违法的没收中国的资产，那中国是一个大国啊，怎么可能不反制？那巴拿马的政府、巴拿马的总统，他们自以为是，以为说有美国人当靠山啊，没有什么好怕的，所以他们就下手了。中国大陆之前是有先经过外交斡旋，啊，也提醒、提出警告，然后我们也看到长江和记本来还想屈服，啊，要找这个美国的一个基金，然后要介入，要卖给他，被中国大陆说你试看看啊，你看现在大陆。美国中国大陆有个蛮女啊，她也跑到新加坡去挂旗，现在也被终止了。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一些会影响到国家利益、出卖国家这个利益的这些企业、组织、个人，都会受到政府的制裁。
长江和记很快的他就知道他犯了错，就回过头来，那现在当然看起来巴拿马的政府他已经出大状况了。出了大状况以后，美国也没有给巴拿马钱啊。坦白说，你美国你可以在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烧掉250亿美元，你就随便拨个50亿、100亿给巴拿马政府，你就会养他嘛。你养他的事情不就过了吗？美国人不是这样子，美国人不会从口袋里面掏出1毛钱，他只会想办法从你口袋里面掏钱放在他的口袋，但是他用的永远是利用别人来去打击。好，现在大陆的最大的致命伤在哪里？在于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你只要挂巴拿马旗的船到中国大陆来，基本上的检查会比较严一点，那就考验很多船公司，不管你是地中海航运，那是很大的船集团嘛，还有马士基也是很大的船集团，台湾也有很多船公司。他的船挂的就是巴拿马旗的，那你现在你要不要再挂巴拿马旗？你只要挂巴拿马旗的船，你到中国大陆来，那你靠港停，那检查的时间就很久了，你负担的成本就越来越高了。我觉得这个对于巴拿马的政府来讲，它的财政收入会影响很大。为什么？因为会有很多的船公司开始不挂巴拿马旗，一不挂，你的财政收入就减少。我觉得这是一个致命伤之一。第二个最大的致命伤是在哪里？港口的营运。巴拿马的运河依靠的就是港口营运，而港口营运中有3大港口，其实3大港口都是很赚钱的港口。那也就是说，给地方的给巴拿马政府财政赚很多钱的港口，2个港口就是长江和记的这个港口，一个就是中原海运的港口。为什么？美国的船目前来讲，经过巴拿马运河的船最多的排名第1名的是美国。可是美国走比较多的是军舰，因为它的军舰不断的穿梭这个水道，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不付钱的，它不付钱的，因为它现在要求巴拿马政府不能收美国的军舰的过运河费，所以美国使用量排名第1，第2名的是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现在不走这条航运，那你想，巴拿马政府会损失多少？对。第3个就是有很多的船走这边的时候是靠的中国的港口跟香港的港口，那也是中国香港的港口，而他们是最有效率的港口。那换言之，也就因为有效率，所以它本身的吞吐量是大的，货运的整载量是大的，所以巴拿马政府的财政收入跟经济发展是繁荣的。好，这2个港口当初会被巴拿马这样弄起来的时候，是跟马士基还有跟地中海航运有关。他们说你没收以后，我来帮你经营。现在中国大陆把这2家企业的老板请到这个家里办公室来喝咖啡，应该是喝中国茶了。那喝完中国茶以后，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2家公司，你要不你就是整个失去中国的港口的营运，你要不你就是不要经营这2个非法的港口。那当然，这2家公司怎么敢经营这2家港口？这2家港口没有经营，那就荒废在那里。这对于巴拿马的政府的财政收入跟它的经济发展影响很大。那中国的海运自己也不走了，港口也把它停在那个地方。那请问一下，你巴拿马政府怎么应付得下来？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国找到那6个小国，各位观众朋友，您再看看盖亚那讲的那些6个小国。它对于中美洲跟拉丁美洲，它是没有任何影响力的，所以那就代表什么？美国这么一个大国，能够产生影响力的，竟然这么有限，可悲啊！好，同样的问题也特别想让将军怎么看？现在看起来，巴拿马已经变成中美对抗之下的牺牲品嘛？对，巴拿马运河其实对美国是非常重要的哈，就像是赖教授刚刚所讲的，美国军舰在那边走来走去，美国军舰它是为了巴拿马运河而量身定做的。各位可能不知道，在2战时期的时候，美国的像密苏里号这种主力战舰，它的船宽只有32公尺。为什么船宽32公尺？它就是为了要通过巴拿马运河，因为这边是大西洋，这边太平洋。那32公尺对主力战舰，我讲一个数字日本的大和号船宽是多少？40公尺，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将自己船做这么窄，做成一条这个流线型比较细长的。那当然，巴拿马运河对美国来讲具有它战略的重要性。所以美国一直要控制这条运河。那之前我们晓得，就是林健所讲的嘛，美国为什么是曾经对这个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这个国家
曾经武装入侵过，对，他就是派他的特遣队把他的总统诺瑞嘎直接这个抓到美国去审判。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的过往的历史。那这次事情发生怎么样呢？因为巴拿马运河后来就变成由民间商运来经营，那由长河集团标到这个标，分别在巴拿马运河的两端设立了港口。那其实这个相安无事也经营了30年。但是从川普上任之后，他就积极的这个想要控制巴拿马运河。他用什么方法呢？他就叫这个巴莱德去收购这个长河集团的这2个港口。但是收购你就收购嘛，但是没想到在今年的1月居然巴拿马政府配合美国川普，就由他们的法院直接裁定说是长河集团经营这2个港口是违宪的，就直接把这个长河集团没收了。那对中国来讲的话，他当然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跟利益，还有国家厂商他应有的权益要维持。所以，那你说过，第一个就是打官司嘛，就长河集团继续去打官司。那第二个，你知道我们刚刚讲的巴拿马这个国家最大的软肋，也是他靠这个赚钱的，就是我们知道很多国家的船都挂着巴拿马的国旗，因为巴拿马的税金比较少，对，检查也少那很多船东我去这个挂巴拿马籍的话，我可以减少我的税也可以规避我自己国家对劳工的检查等等规范也降低了成本，所以他们都去挂巴拿马这个国家国旗，挂到什么程度呢？我跟各位讲，全世界有5艘货轮里面有1艘是挂巴拿马的货旗那巴拿马政府也因此每年可以赚3到5亿美金的收入，占它国家整体的大概整体的收入将近到5%这么多，所以对巴拿马国家是很重要。那如今如果说中国对巴拿马的船只，事实上它是合法的就你只要靠到我中国港口来，我当然要去检查，我检查就很多东西可以检查，譬如说你的消防栓这个还堪不堪用，有没有坏掉？那你船上的船员劳工体检有没有过，有没有按照规定等等。如果说这些都检查下来，当然第一个就会耽误到这个船往下一个港口运输的这种航程就会 delay 到，那这个 delay 到影响就很大，因为譬如说船东一定是，譬如说上海港口靠完了以后，他可能下一个港口到日本东京，然后再下一个港口到这个美国的某一个地方。那如果说中间有一个环节 delay 到了，那后续就会 delay 到，那就会增加这些船东的营运的成本，也会增加他的这种保险费等等所以对这些船东也非常的不利。那中国用这一招确实是非常高明了。那紧接下来就看巴拿马这个国家在这方面服不服输。如果说是不服输的话，我想中国还有后续很多的这种这个工具箱里面还有很多工具箱可以拿出来使用。好，后续的工具箱要持续观察。不过现在中国大陆出的3招这个反制，可以说针对美国跟巴拿马是这个招招致命的。除了3招中国的反制之外，在这个敏感时机，我们刚刚特别讲的，彭博也爆料说，这个招商局联手中原海运反攻，要抢下40个港口。那现在也在说，刚好川习会快要到了，跟这个增加自己的筹码有没有一些关系？那老师又怎么看？美国国防部在去年公布了全世界有就是7大海峡跟运河，是他一定要掌控的。因为从英国到美国的这个海权霸权呢，其实就是掌控海峡。哪7个呢？巴拿马海峡，然后呢，苏伊士运河，还有呢，直布罗陀海峡、白令海峡、马六甲海峡，以及新加坡海峡，还有呢，英吉利海峡。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赫姆兹海峡也一样的重要。对。所以美国现在在赫姆兹海峡等于就是被卡住了。他没有想到，以为赫姆兹海峡只是从海湾地区运油、运大宗物资，但是呢，它就影响到全球的经济跟能源。这是在军事层面那军事层面，我以上所讲的几个海峡，是不是美国的海军主要掌控？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如此，包含巴拿马海峡。那军舰穿过巴拿马海峡不用收费啊。这是川普的要求。所以，但是呢，美国现在把从川普一开始，中国的科技跟经济的发展就视为对他的霸权的威胁，所以就开始打贸易战、科技战。那现在就延伸到海峡层面以及港口层面。他也看到中国大陆在各个港口的，尤其是中远集团的掌握，因为
很多其实港口是有好几个这个口岸，那好几个港口 piers， 好，但是呢，有一些其实是1个2个，有一些是整个就等于是租给中原来做，因为它有整体的这种规划，所以美国在巴拿海峡呢，就等于是把经济跟商务的等同于军事，但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因为你已经试过要对中国进行科技战跟贸易战，搞到后来你变成川建国，对，拜振华，那你现在在码头或者是港口或者是海峡上面，同样是要去驱赶中国，结果你造成的是你经济利益的大幅的损失，那尤其是相关的国家可能会损失的更严重。而你有没有相对应的补贴或者是援助？有的话那就算了，可是没有。而它面临到全球连接在一起，港口再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那这个损失可能就更大了。所以我是觉得美国自己要认知到哈，你在巴拿马运河上面的问题，其实你如果把它分为经济、贸易跟军事2种不同的，其实你还是掌控在军事价值跟这个航海的这个就是主权上面啊，主导上面。但是呢，如果在贸易跟就是航运上面你要去阻止中国的话，到后来吃亏的还是美国跟巴拿马自己。